如果说要把电竞和挖掘机这两个词汇放在一起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不知道也没关系啊，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可能会刷新你的认知，它就是那个能让全世界网友都喊出 F word 的科乐美。听到这个回答，我知道你肯定是一脸黑人问号的，但你先别急，要解释清楚，咱们还得一个一个来。先从这个科乐美说起，其实准确来讲，主要实施参与的是他们公司旗下 Konami 电竞学院，其前身是科乐美于2020年设立的 eSport 银座 School。开展这项业务的初衷就是为了培养并促进年轻人在电竞领域的活力。2023年4月16日，该院校正式开始了它的招募新生之旅。最大招募人数为40人，除了会有专业的电竞教练进行游戏指导，还包含视频编辑、活动策划管理、英语绘画等等多个课程。到了2024年，科乐美与第一学院高等学校展开合作，开始招收3年制学生，并会在毕业之际授予高中文凭。说了一大堆啊，到头来还不就是一个游戏技校嘛？但是话又说回来，这和开挖掘机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就不得不提到日本的现状了。老龄化和少子化已经成为了社会常态，这就导致了很多行业已经很久没有年轻世代的人加入了，而最典型的便是建筑行业。在很多人眼里，去了工地就意味着肮脏、危险和辛苦，属于是非常标准的3K 行业。工作有些年头的老登都巴不得趁早提桶跑路，更别说招募年轻人了。为了打破建筑业长期缺人的窘况，不少公司都开始变着法寻求创新。比如很多年轻人都在抱怨工作环境艰苦，为了解决这一痛点，一些企业会尝试实施远程办公。好处是工作人员的办公环境得到了改善，安全系数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。可坏处就是远程操控大型机器对精准度要求极为严格，只有对着屏幕和微操极为敏感的人才能胜任。很显然啊，电竞选手就很符合这一特质。即便不考虑个人，大环境也会给出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。众所周知，日本本身就是个电竞弱国，除了能在格斗游戏领域一骑绝尘之外，其余的还真就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项目。以撸啊撸和 CS2 这样的热门游戏来说，在那些打出优异成绩的战队中，你很少能见到日本人的身影，大多数电竞人的归宿最终就是回归社会。然而对于这些人来说，工作经历是没有的，文凭又是高中的，社会上基本也不会有什么好工作留给他们。而建筑行业中的远程操控恰好能给这部分人提供选择的余地。担任 Konami 电竞学院校长的梅村是这样说的：电竞业与建筑业虽然是2个互不沾边的领域，但实际上两者都对操作技巧有着很高的要求。如果2个行业能够相互合作，给学生多一个选择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于是在机缘巧合之下， Konami 电竞学院开始与一些建筑行业合作，推出了很多相关的企划课程。挖掘机会配备高清摄像头和网络，学生只需要在一旁的小屋内对着屏幕摆弄操作杆，像玩游戏一样操作即可。虽然说理论上是差不多的，可实际操作起来，对于这些初出茅庐的高中生来说，区别还是蛮大的。由于操作的都是真家伙，自然是不敢像游戏里那样肆意操作，经常出现机械臂力度不好把握、视角判断错误等等情况出现。好在一些学生确实是天赋异禀，在经过一段时间系统性的培训之后，开车、挖土这些基础性的操作已经是炉火纯青了。不少人也都表示，远程操控挖掘机带来的成就感丝毫不比游戏里的差。这些学生能不能长久干下去，我不好说，但既然这个口已经开了，无论是劳动力短缺的行业，还是被淘汰的电竞选手，总归都是一件好事嘛。